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2026年4月，马里兰州一个叫 AIPCON9 的大会上，一个穿着古怪、白头发蓬乱、说话像在做哲学讲座的男人走上台。他对着满场的国防部官员和企业客户说：“让美国当下与众不同的是我们的杀伤能力，是我们打仗的能力。”他叫 Alex Karp，58岁 ，Palantir 的 CEO。2024年，他公开宣布自己得了一种罕见的非癌性甲状腺肿瘤，做了手术。他至今每天在湖里游泳几公里，公开说运动是他思考最清晰的时候。前面还坐着一个穿西装的国防部高官，全场鸦雀无声。这种话从硅谷其他任何一位 CEO 嘴里说出来，都会引发轩然大波。但 Karp 说出来，大家鼓掌，因为 Karp 就是这么个人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理论博士，论文写的是侵略与异化，曾经在弗洛伊德研究所工作过，从来不写代码，但他领导着一家 AI 国防公司，市值3280亿美元，比波音、洛克希德、雷神3家加起来还大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要理解 Palantir， 必须先理解 Karp 这个人。Karp 出生在纽约市，1967年10月，父亲是犹太裔医生，母亲是非裔艺术家，一个混血家庭长大的孩子。Haverford 学院本科，然后去了斯坦福法学院读 JD。就在斯坦福，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人 Peter Thiel。Thiel 是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，硅谷最有争议的右翼亿万富翁。Karp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疯狂的左派。两个人政治立场完全相反，但他们成了好朋友。Karp 后来回忆说：“我们像野兽一样辩论。”斯坦福毕业后 ，Karp 没去当律师，跑去德国法兰克福读了一个社会理论博士，论文题目是关于侵略和异化。他在弗洛伊德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在法兰克福开了一家叫 Cadman Group 的投资公司，他的中间名就叫 Cadman。2003年9月11号之后2年 ，Thiel 找到 Karp。Thiel 说他想做一家公司，用软件帮助美国情报机构在海量数据里找出恐怖分子的踪迹。他需要一个 CEO， 一个能让政府客户相信他不只是个硅谷码农的人，一个能把哲学卖给五角大楼的人。这就是 Karp。Palantir 这个名字来自托尔金的《魔戒》，意思是看穿一切的水晶球。CIA 的风投部门 In-Q-Tel 投了200万美元当种子轮，这是 Palantir 唯一接受的外部投资人，因为 CIA 本身就是他的第一个客户。公司刚成立的时候，硅谷没人理他，一家给政府做数据软件的公司，毛利率低，客户少，销售周期长，所有风投都拒绝了他。Thiel 和 Karp 自己掏钱续命。前几年 Palantir 一直在烧钱，但活了下来。第一个产品叫 Gosen， 专门给情报机构用，把零散的数据库拼成一张可视化的网，让分析师能在海量信息里找出恐怖分子的关联。据说本拉登的追踪用过 Palantir。这件事 Palantir 从来没有公开证实过，但也从来没有否认过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 Palantir 拿到了 FBI 和 NSA 的合同，年收入跃升到2500万美元，但它仍然是一家地下公司，媒体几乎不报道它。它没有官网，没有市场部，没有公关，所有员工都被要求签严格的保密协议。到2010年代中期， Palantir 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，它推出了第二个产品Foundry， 专门给企业客户用，把同一套数据整合技术从 CIA 搬到了空中客车、摩根大通、可口可乐。这是 Palantir 从一家国防承包商变成一家科技公司的转折点。2020年9月 ，Palantir 直接上市，代码 PLTR，
开盘价9.5美元。当时市场对它非常怀疑，一家亏损的、依赖政府合同的 CEO 是个哲学家的公司，到底值不值钱？5年后，股价突破200美元，涨了20倍。Karp 成了亿万富翁， Thiel 更是赚翻了。但真正改变 Palantir 命运的是2023年发布的 AIP。AIP 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， 人工智能平台。这个产品的核心创意非常简单粗暴，它不是另一个聊天机器人，它是一个让企业把自己的数据库、自己的业务流程、自己的工作流跟大语言模型连起来的中间层。举个例子，一家航空公司有上千架飞机、几万名机师、几十万个航班、几百万条乘客记录，这些数据分散在几十个数据库里。AIP 做的事情是把所有数据接进来，让你直接用自然语言问问题，比如下周2飞往伦敦的航班该减少多少燃油？这个问题之前需要10几个分析师花1周时间回答， AIP 用30秒回答。这个产品炸了。Palantir Q1 2026的财报让所有人下巴掉地上，收入 16.33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85%， 这是公司2020年上市以来最快的增速。美国市场更狠，美国收入 12.82亿，同比涨 104%。美国商业部分 5.95亿，同比涨 133%。美国政府部分 6.87亿，涨 84%。206个超过100万美元的合同，72个超过500万的，47个超过1000万的。净利润 8.7亿，是去年同期的4倍。GAAP 经营利润率 46%， 调整后经营利润率 60%。但最炸的不是这些数字，是 Karp 在电话会上说的 Rule of 40指标。 Rule of 40 是 SaaS 行业的圣杯，意思是收入增速加上经营利润率要超过40分，能做到40分的公司已经是顶级。Palantir 这个季度的 Rule of 40达到了 145%， 全球只有英伟达、美光、SK 海力士达到过这个水平。Karp 在电话会上反复强调这一点，他说：“我们是 N 等于1，我们是独此一家。”公司把2026年全年指引上调到 71% 增速，比上个季度的 61% 又调高了10个百分点。那股价反应怎么样？低了。财报当天股价收跌，第2天继续跌，年初到现在跌了 15%， 从去年的高点207美元跌到现在的135美元。这么炸的财报换不来上涨，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估值。Palantir 的市盈率是154倍，换算成2026年的远期市盈率也接近100倍，同行平均20到30倍。即使 Palantir 的增速翻了1倍，它的估值倍数仍然让人睡不着觉。第二个原因，美国商业收入的 5.95 亿其实低于市场预期的 6.05 亿，差了1000万。在一份各项指标都炸表的财报里，这是唯一一个没有超预期的数字，市场抓住这个差距开始恐慌。第3个原因，最有意思的， Barry 又出场了。之前做过一期 Barry 泡沫警告的分析，最新披露的 13F 文件显示 Barry 大举做空 Palantir， 他买的是 Palantir 的看跌期权，赌它会大跌。市场看到 Barry 又下注了，立刻紧张起来。 Karp 自己怎么看？他在电话会上说，谁卖谁亏。他几乎是在公开嘲笑做空的人。他说 Palantir 是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，买的人会发财，卖的人会哭。事实上 Karp 自己确实没卖，他持有的股份价值超过150亿美元。他执行的卖出计划是10B5-1计划下的预设减持，跟做空者的判断没有关系。把视角拉远来看，
Palantir 在做的事情本质上是把数据整合这个最不性感的 IT 工作变成了 AI 时代最性感的入口。英伟达卖芯片 ，Cerebras 卖芯片，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卖云算力 ，OpenAI、Anthropic、xAI 卖模型。但所有这些算力和模型最后都要接到企业的数据上才能产生价值。一家航空公司的数据，一家银行的数据，一家政府部门的数据。Palantir 就是那个最后1公里的接入点。AIP 是接入工具， Goffin 是政府场景的接入， Foundry 是企业场景的接入。3个产品加起来构成了 AI 落地的整个软件站。2026年3月 ，Palantir 跟英伟达签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，两家公司联手攻入主权 AI 市场。英伟达提供 GPU 和模型层， Palantir 提供数据接入和应用层。沙特、阿联酋、印度、巴西的政府客户是目标。Whitebush 的 Dan Ives 把这个合作叫做10000亿美元的催化剂。商业模式的护城河在哪里？第一，数据集成的极端复杂性。一家大型企业有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烂数据， Excel 表、SAP 系统、自研数据库、第三方 SAS、PDF 文档，把所有这些东西整合成一个能让 AI 使用的统一数据层，需要非常深的领域知识和工程能力。Palantir 在这件事上花了20年，这不是一个新创业公司用半年能复制出来的。第二，国防客户的极高粘性。Palantir 跟美国国防部、中央情报局、特殊作战司令部的关系深到血液里。Maven 智能作战系统正在变成五角大楼的程序之记录。这种合同一旦确定，竞争对手10年都进不来。第三，先小后大商业模式。Palantir 先用一个小合同打进一家企业，比如帮 Stellantis 做工厂数据分析，然后扩展到供应链、销售、客服整个公司。每一笔小合同最后都会变成大合同。Stellantis 今年3月把跟 Palantir 的合作续签了5年，并且加上了 AIP 的部署，这是2016年签的 Foundry 合同的延续和扩张。风险方面，第一，估值154倍市盈率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恐慌。第二，政治 Palantir 被很多人视为监控国家的工具， Phil 公开支持过特朗普。Karp 自己虽然政治立场和 Phil 相反，但公司业务高度依赖军方和情报机构。如果政治风向变了，公司面临的舆论压力会很大。第三， AI 模型层的商品化。如果未来大语言模型的成本继续下降，企业可能选择用免费开源模型加自己内部的数据整合工具，而不是付 Palantir 的高价。Karp 说，商品化认知是 Palantir 的机会，但也可能是 Palantir 的威胁。总结一下， Palantir 是一家不能用传统软件公司的逻辑去看的公司，它一半是国防承包商，一半是企业 SaaS。CEO 是哲学家，联合创始人是右翼资本家，客户既包括 CIA 也包括可口可乐。它的产品名字来自托尔金的奇幻小说，财务数据却让华尔街惊叹。Karp 在电话会上说，当美国战士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把整个公司压上去。这不是一家普通的 SaaS 公司说的话，但 Palantir 从来就不是一家普通的 SaaS 公司。它是华尔街最分裂的一只股票，爱它的人喊它 AI 时代的甲骨文，恨它的人喊它监控国家的爪牙。31位分析师覆盖 Palantir， 平均目标价 183.73 美元，比当前价格高 34%。 Whitebush 的 Dan Ives 最看多，目标价230美元。但摩根士丹利的 Keith Weiss 给出的目标价只有100美元，意味着还要再跌 26%。一只股票分析师之间的目标价差距超过 100%， 这在大型科技股里几乎从来没出现过。但154倍的市盈率最终要靠数字来证明。下一份财报，下一份合同，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客户，市场会用钱投票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，你的订阅、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